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卓的频道，我是安竹。今天的影片将帮大家带来不少的好消息，包含了我个人期待已久的特斯拉 V4 超充站完全体总算即将正式登场，以及川普政府是否帮特斯拉 FSD 如虎添翼，在法规上的限制有所更动。近日都传来正面的好消息，以及之前我就预言过这一季特斯拉的促销将会接踵而来。果然这几天美国特斯拉在加码赠送3个月的免费超充与 FSD 体验作为促销。不过我个人认为目前最有利的促销倒是另有原因，这可能得要身处在美国环境的朋友较会注意到的。以上这些细节都会在今天的影片与各位分享。如果你觉得我所整理的资料与花了大量时间制作的影片对你了解电动车资讯有些帮助的话，还请记得花个半秒钟在下面帮我点个赞，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咯。安竹也在这边先谢过各位朋友的支持。在我频道有不少观众人是在台湾，相信大家有注意到 Cybertruck 总算也到了台湾，在台北公开亮相。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已经去了信义区见过庐山真面目了呢？虽然一样是电动车，但各位是否有想过，续航力与 Model Y 长程版差不多的情况下，由于 Cybertruck 较巨大的体型与重量，它所搭载的电池与 Model Y 的75千瓦时相比，是高了60%的123千瓦时。如果平常都在家充电，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当长途旅行时，超充时间的长短可能就会变得非常有感。为了因应电动车的电池包越来越大，特斯拉筹划 V4 超充站也许多年了。V4 充电站不但可以提供更快速的充电速度，面对越来越多他牌电动车，也可以使用特斯拉超充站。对于充电线过短，造成一车得要占用2个超充座的乱象， V4 将搭载有足够长的充电线，这个问题也就能够迎刃而解。虽然目前特斯拉号称 V4 充电站已经部署有2年了，但严格来讲，目前这些超充站并还无法提供真正的 V4 超充体验。大家如果有使用过超充站，仔细看，除了与车子连接的充电桩之外，看看附近应该也能找到一些大型的电子设备，也就是所谓的机柜。目前这些号称 V4 的超充站，实际上使用的都还是 V3 的机柜，也就是充电站的输出功率将限制在250千瓦。唯一的优点就是充电线比较长，不怕遇到其他厂牌电动车占据充电桩的乱象。好消息是，特斯拉近日总算宣布 V4 的超级充电机柜即将开始部署，未来渴望提供500千瓦的充电功率，并且也开始支援400伏到1000伏的充电架构。尤其对特斯拉开始越卖越多的 Cybertruck， 充电速度将能提高约30%，相信这对 Cybertruck 车主的超充体验将会非常有感的提升。至于其他特斯拉的 Sexy 车种，虽然充电速度与目前其他的 V3 超充站是一样的，约莫15分钟可以灌入200英里，约320公里的续航力。对我而言，最大的不同，如果我知道那是 V4 超充站，我就不用担心荧幕上显示还有充电位置，但抵达时却发现，因为他牌电动车在充电，造成虽然有充电座，却无电可充的窘境。另外 V4 的机柜也能更快速的部署，因为每个 V4 机柜可提供8个充电桩供电，是原本机柜的2倍，将有效降低使用的空间与安装的复杂性，因此能更快的部署哦。当然我也相信 V4 充电机柜将延续以往超充站的优点，也就是极高的妥善率。其实在特斯拉的 FSD 真正成功以前，我觉得特斯拉能带起这波电动车风潮，良好的充电体验让人们发现原来电动车并没有想象中的麻烦，应该是背后的大工程。所以在经过多年后，我们好不容易看到特斯拉的超充站即将进入下个世代，我感觉也是非常兴奋啊。特斯拉宣称首批配备有新型 V4 机柜的充电站已获得许可，预计将在明年开始陆续部署，期待未来能看到这些充电站可结合太阳能与储能装置，尽可能达到完全使用干净能源的目标。另外，由于北半球开始入冬，受限于温度将大幅影响电动车的续航力，快速充电的稳定性在冬天特别是显得更加重要了。随着冬天的来临，我很好奇大家是否有计划接下来要去哪边旅游，或者打算在家追剧度过寒冷的冬季。不管你是哪一派，相信 NordVPN 都能帮上大忙。出门旅游时的网络安全，相信大家都清楚了。但你知道吗？ NordVPN 能帮上的忙还不只是这样。透过它强大的跨区能力，让你化身在另外一个国家，预定旅游时的住宿甚至机票，有时候用其他国家的 IP 下订会便宜不少。我这边随便举个例，像我还蛮常去入住的 Las Vegas Hilton 旗下的华尔道夫酒店，几周后的入住，直接在美国搜寻的话，每晚是$358。而当我用 NordVPN 一键跳回台湾后，每晚变成$348，一晚省$10。
什么？你说这样没差太多？那我们再一键跳去菲律宾，这时候每晚就变成了只要$288，省的就有多了吧？另外像是日本东京帝国酒店，几周后的房价也是在美国查每晚是$465，但当我用 NordVPN 一键连到菲律宾后，每天变成368，每晚省了近$100，非常夸张吧？一趟旅程可以轻松省下数千甚至数万台币，绝对没问题。而决定在家追剧的人，也能够利用 NordVPN 跨区的功能，观看不同国家市场专属的影片。善用 NordVPN 不但大幅提升我们的网络安全之外，同时还可以帮我们省下不少的荷包。更棒的是，它一个账号可以支援10台装置同时上网，足够供全家人一起使用。且服务费非常亲民，尤其当你使用我的连结或折扣码 FireVPN 选择2年方案的话，月费不但一杯咖啡的钱都还有找，还加赠各位4个月的免费服务，而且使用后若有任何不满 ，NordVPN 还提供30天的退款保证，各位完全零风险。想想一趟旅程能省下的钱，还没体验过 NordVPN 美好的朋友，你还不赶快行动吗？安主也感谢 NordVPN 赞助今天的影片播出。而刚聊过特斯拉之前的大工程超充站的部分，接下来大家期待能够更发力的，绝对是 FSD 何时能够成熟。还记得在选前，川普曾在公开演讲中提到，他会禁止自动驾驶的车辆出现在美国道路上。这话题我们之前也聊过，甚至我也原音重现了川普讲话的内容。我当时就说非常好奇，如果他选上的话，对电动车以及自动驾驶的想法是否会因为马斯克而有所改变。现在看来，改变也许开始喽。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川普的交接团队正在讨论的优先事项之一，与特斯拉息息相关的，就是他们计划将全自动驾驶相关的规范要纳入联邦的交通部框架下，而且这是优先事项。如果这消息属实，跟马斯克之前希望政府所做的改变可以说是100%吻合。因为马斯克认为，依照目前自动驾驶相关的监管是由各州进行规范，但美国总共有50个州要一个一个州去审核，实在太没效率且浪费时间了。所以希望川普上任的话，能够改为由联邦统一监管。现在看来，新政府也开始呼应马斯克的要求了。所以今天特斯拉的股价受到这大消息的振奋，一度大涨了约8%。我个人也认为，全自动驾驶应该是由联邦，也就是全国统一规定会更为恰当。在美国生活的人就知道，这边有些法律与规定跨个州界可能就完全不同，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触犯了其他州的规范。全自动驾驶也一样，尤其特斯拉所采取的全视觉路线，它不像光学雷达系统需要搭配高精地图才能运作。像我之前去做山路的试驾，即便完全没有网络的讯号，只要摄影机能够正常工作，车子就能自动驾驶。所以全自动驾驶监管联邦化，除了可以更加统一标准之外，日后 FSD 技术真的成熟时，可能将会一个更新，全美国到处都能够无人驾驶上路。这也是所有投资人在期待特斯拉成功的画面。不过新政府这边或许能够处理法规方面的障碍，但我个人觉得 FSD 目前最大的问题，并非在法规的受限上而是它技术上的稳定度。不管是在我之前试驾的影片，或者热心车主们提供大数据追踪的网站，都显示目前的 FSD 在驾驶100-200英里左右就会遇到一次紧急介入的情况。根据大数据，若只看较新的 FSD V12.5.4 版以上，在累积的破4万英里的数据后，平均每191英里需要驾驶紧急介入一次，纯市区驾驶的话，更是105英里就需要一次的紧急介入。这与特斯拉自我期许的目标是实现每数十万英里才需要紧急介入一次的程度，或者目前其他光达系统的无人计程车公司已经做到了数万甚至近10万英里才需要介入的程度相比，确实还差蛮远的当然我知道这些光达系统是在有区域限制的前提下才能有这样的表现，但这差不多就是要安全行驶无人驾驶的门槛了。特斯拉若想要实现无人自驾，每数万英里才需要介入一次的稳定度，这也是必须的。关于这点，不管未来是州还是联邦来监管，应该都差不多。若以目前大众包统计的数据，特斯拉的 FSD 稳定度可能还要进步个数百倍才能达成当然，我也希望特斯拉能够早日释出官方的数据，这样我们能更好的判断到底离实现真正的无人自驾还多遥远。但依照我目前个人的体验与可获得的数据，我感觉稳定度上的提升可能比由谁来监管是更为迫切的。当然，
如果未来真能全交由联邦统一监管，也绝对是件好事。就如马斯克所言，将会减少许多精神与金钱上的浪费。但是否真的监管联邦化，就代表 FSD 能早日实现？我觉得这还有点言之过早。但新政府传出针对全自动驾驶要严拟监管机制，而且放在优先处理的项目内。我想最重要的是看到马斯克确实发挥了对川普的影响力，希望在未来4年内，川普政府能够继续对电动车以及自动驾驶释出更多友善的做法。当然，特斯拉的 FSD 到底何时能够真正成熟，主要还是得看 FSD 改进的速度能否大幅加速。但或许这可能也跟我目前使用的 FSD 是在 AI3 架构上运行的关系，因为就在前几个月 AI4 正式超车 AI3， 成为 FSD 最主要的更新目标。包含了最新 AI4 硬体上的 FSD 也开始支援高速公路端到端的堆叠系统。而 AI3 何时能开始支援，目前尚未清楚。而我也预计这2套硬体之间的差距，随着新版本不断推出，将会越拉越大。虽然马斯克也承诺未来有需要的话，会为 AI3 的车种提供硬体的升级，但我在猜，应该是基于现有的空间去设计一块新的主机板，提高算力。其他像是镜头画素等等的，应该不太会改变哦。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项升级何时会推出，所以或许趁着现在接近年中，特斯拉接连而来的促销，加上 FSD 可转移到下辆车，是个顺势从 AI3 升级到 AI4 的好时机。我在10月初的时候也说过，第4季促销将会非常热闹。果不其然，在全美国及全车系包含 Cybertruck 都能使用推荐连结，省下最高$1000之外 ，FSD 也开放至年底前都能转移到下辆新车，以及主力 Model 3与 Model Y 全面零利率的促销后，这几天特斯拉再度加码，只要在年底前交付新的库存车辆，就赠送3个月的免费超充以及3个月的 FSD体验。超充的部分，我想价值约200-300块美金左右，这也是继特斯拉在欧洲提供大折扣之后，这几日来的最新促销。但我觉得其实最有效的促销，应该还是川普政府正在研拟取消$7500补助的这个消息。在上次聊这个话题时，我发现许多人对这个补助其实不太清楚。首先，没错，这个补助在收入上是有些限制，包含了联邦税必须缴超过$7500以上，才能完整使用到所有的退额。但各位可能也听过，美国真的是万万税的国家，个人年收入超过$71200，可能就得要缴超过$7500的联邦税。家庭的话，则是年收入$95600左右，就会缴到$7500的税额了。另外，收入的上限，个人是年收入$15万以上，家庭是年收入$30万以上，才不符合资格。参考一下，全美国2023年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8万出头，除非你是在矽谷的高科技行业或者其他高薪职业或经商成功，不然即便是在南加州，家庭年收入要超过$30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相信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是符合退税资格的。但如果你缴的税还不到$7500的话，坦白说，我会建议把买特斯拉的钱花在对自己的投资上，让自己尽数能达到中位数以上的收入，是比买车更重要的。另外，关于川普政府计划取消补助的部分，许多人认为其他车厂将会因此大受打击，但我个人认为打击不会如想象中来得大。最主要的是大家看看，这些日子以来，真能符合领到补助上限的$7500，总共也才12款车，其中特斯拉就占了3款，而且其他公司没有一间是纯电电动车厂，不管是福特、雪佛兰、克莱斯勒、汉达以及福斯，他们都还有着传统燃油车或油电车的配置。而大家常听到的他牌电动车厂，只有 Rivian 部分车种符合半价的$3750税务补助，而且还必须购买价限制在$8万以内，也就是说任何的升级都做不了。我才会买这个价位的车，大概也就不会考虑3000多块的补助了。而其他目前美国路上常见的韩国电动车或者 Lucy， 则是完全不符合补助资格。所以当今天补助被拿掉后，对于这些本来就没有拿补助的车厂，其实一点都没有影响。而对于像福特、雪佛兰这些老牌公司，若川普真的大幅开采石油并有效降低油价的话，他们随时可以把重心转回油电混合车，甚至传统燃油车。目前看起来，万一补助一系被摘掉的话，我自己觉得受到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特斯拉。我们这边是就事论事啊，因为特斯拉的消费者应该是所有车厂中受惠通膨削减法案补助最大的人们，所以我特别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美国补助的相关细节。毕竟如果你不是在这边的环境，大概不会注意到这么多。但
但这对特斯拉又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在美国依旧是特斯拉最主要的销售市场。但或许会如同我之前预期的，补助可能要取消的消息，会帮特斯拉第4季冲一波好成绩也不一定。我自己都在犹豫是不是要早点入手换新版 Model 3算了。一方面 FSD 在 AI3 与 AI4 的落差上，我是很有感的，越差越远。对于没办法提供观众们特斯拉真正最新的自驾能力表现，我自己是感觉蛮可惜的。再加上我估计新版 Model Y 在美国最快也是明年中后才有机会上市，而且非常有可能配置会跟换新版 Model 3大同小异。所以我在前几天跑去试乘了 Model 3性能版，现在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在年底前下手。如果下手的话，是要选择高续航力的长程版，还是要牺牲一些续航力，选择开起来热情奔放的性能版好呢？不过也不是那么急啦，我会再等个几周，12月再决定。因为我猜最后1个月，特斯拉为了达到51万辆以上的交车目标，非常有可能会推出更多的促销活动。不过或许是因为补助可能会取消的消息，我那天去试车时，特斯拉展示中心里面的人潮还蛮多的哦。所以我也很好奇，特斯拉这季会缴出怎样的交车表现，大家就请跟着我一起期待吧。今天影片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除了特斯拉年终促销外，各位有美国沙马的朋友，千万也别错过附图送给大家的 NVIDIA 股票哦。只要透过我的连结申请新账户，入金$5000，维持60天以上，不但能获得免费16股股票之外，其中有1股保证会是 NVIDIA， 连抽都不用抽，且前置金额前3个月能再领高达 8.1% 的超高利息。在这个已经开始降息的时局，开这个账户的投资报酬率真的超级高。另外，在加拿大与澳洲的朋友，附图也有不错的开户礼提供，只剩1个多礼拜，活动即将截止，还没有升级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最后也感谢所有已帮我按赞与追踪我频道的朋友们，我们在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